Hello， 大家好，我是 CT。今天刚骑完车，现在心跳还是180，好累哦。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来公布的就是2026年自行车表的大数据排行榜。哇，这个系列已经从2021年开始做，但已经做到第6年了。哇，资料库也存了6年的资料了。还好今年呢还是有办法抓得到资料，不然以为那个网站会挡掉，结果还好没有。那今年呢，加上有 AI 的辅助，所以其实可以做蛮多比较精准和色彩丰富的图表。好 ，OK， 那么今年呢，我们一样是大概取了2万名的车友的数据，就是他们今年最后一次使用的自行车表是哪一款的记录。然后一样，我们从北中南挑选了很多路线来 cover 整个台湾地区的用量。那一样，我们今天呢也会来做一些像是5岭4个小时以内啊，或者是长距离他们所使用的车表有哪些，还有各个车表使用的平均功率。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传一下，请大家先记得按赞订阅。那我们就来揭晓2026年前15名的自行车表使用排行榜。OK， Go！ 第15名 ，Brighton Rider 750 SE， 它成功修正了旧款750的续航痛点，而且下放了高阶的语音导航功能。对于预算大概是5000多块，而且需要全功能导航的车友来讲，这一款的 CP 值算是还蛮高的哦。第14名，瓦户 Element Boats， 它的名次其实都相当的浮动，去年有调出排行榜，今年又回到了第14名。它的用户有极高的粘着度，而且几乎都是练家子。第13名是 Garmin 的 Edge 830，它的名次跟去年是差不多了，只是市占率稍微有点退后。因为840已经出来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它的排名应该会逐步的往下滑。主要的使用者都是二手市场的接收者。接下来第12名是 Garmin 的 Forerunner 955跑表，它的名次从去年的第14名进步到了第12名，显示最近使用跑表的人有逐渐的增加。对于不急得升965的三铁玩家来讲，它是个首选。那么接下来第11名 Brighton Rider S800，它的名次在这几年来都是11名到12名之间。对于很想要1040那种大萤幕，但是预算又有限的车友来讲， S800 算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但是 Brighton 去年已经发表了它的下一代 S810， 那么它名次可能会在明年有变化吗？我们就明年再来看咯。第10名是 Brighton 的 Rider 320， 这款也算是一个常青机种。前几年它的排名都还在非常的前面，甚至2024年是在第2名。不过这1-2年它的市占直接腰斩，可能是大多的车友入坑的时候都比较愿意多花一点钱购买具有更多功能的机型，像是 Rider 的460，因为价差不大，捏一下下就可以有更多的功能，何乐而不为？好，我们现在人在嘉义的布袋，我们看到茶模现在公布第9名，第9名是 Brighton 的 S500， 第9名就是 Brighton 的 Rider S500， 这款其实也算是蛮久的，之前2022年的时候也有开箱过。那么它的名次始终维持在大概第9名、第10名的位置。以现在二手市场大概几千元就可以入手的价位来讲，这一款的 CP 值算是还蛮香的。第8名 Brighton 的 Rider 460，真的是年度最强的黑马，它是2024年发表的一款车表。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没有上榜，不过今年市占率直接喷到了第8名，它应该大量的去取代了320和420的市场地位。对于喜欢黑白码表的车友来讲，这一款真的非常的香。第7名是 Garmin 的 Forerunner 965，它的排名也是爆冲式的上涨，2025年就直接喷到了第10名，今年更是直接喷到了第7名。像 CT 手上也有一款965车表，其实我觉得这一款车表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续航是大幅的突破，比起955来讲，手表其实真的是可以取代车表来做使用，尤其是它也可以连接功率计，并且内建心跳带等等。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长距离或者是没有带车表的时候，都可以加减使用一下。OK， 那么第6名Brighton 420，耶，好看的都不会动一下。耶，这样子吗？
好，是我们 Brighton 的 Rider 420，它的名次也从第5名跌到了第6名。很多车友可能就抱持着我没有坏就不要换的心态，所以它的使用排名依然还是很高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它的下一代460已经推出了，所以后面的用户选择应该都会明显的转向460。下面一位第5名第5名1050，耶！哦，还真的耶，但是这台车真的帅。好，第5名居然是我们的 Garmin Edge 1050，从去年没有上榜，直接喷到了第5名。根本就是火箭爆发啊！那么 CT 也有一支 Edge 1050，我去年在开箱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视觉体验真的是胜过这种超长续航，因为这种超长续航只有在北高或者是双塔等等的才会去用到。平常训练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习惯有漂亮的画面，电量足够用就可以了。每天充电我是可以忍受的，就像手机一样，你 iPhone 一定越买越大只，可能就会买到 iPhone Pro Max 等等。真的是树大便是美，男人就是要大。不过我觉得有另外一份考量，这些有消费能力的车友其实都落在30-40岁了，眼睛其实都有点开始老花了，所以萤幕越大，字体看得才越清楚。就期待它明年的爆发力是如何了。OK， 下一位第4名，接下来公布第4名，第4名就是我们的 Garmin Edge 540。对于触控不是这么在意又想要完整的 Garmin 功能的车友来讲，这款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么第3名是谁？让各位猜一下。第3名就是我们的 Garmin Edge 530，前2年它都是第1名的宝座，今年终于让位啦。因为当初推出的时候有非常多人购入，所以即便是在二手市场也都非常的hot，所以它的名次只有缓步的下降。当然我觉得很多人会开始转往40，所以这款也会像520一样，可能过个几年它就会慢慢的往后退出了。那么第2名是谁？ Garmin Edge 1040，赞哦！第2名就是 Garmin 的 Edge 1040，想不到又是这种大车表了，而且价钱单价都不菲。那么它的排名从去年第4名直接喷到了第2名。1040算是续航和功能兼具的一款车表，因为其实50系列很多的功能，后来40系列在韧体更新之后都有跟上了，包括它的坡度反应慢的问题，后面韧体也都有跟上了，我都有发影片来测试，所以40系列它的 CP 值还是相当的高了。虽然说它的萤幕没有像50系列一样哇 Retina Display， 但是对于显示来讲，我是觉得已经蛮够用的，加上它的续航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喜欢大萤幕又想要挑战北高双塔等等的车友，它的 CP 值还算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它的二手市场的价格应该也是非常的香。好，第1名大家应该已经猜到是谁了吧？没错，第1名就是我们的 Garmin Edge 840，它的名字从去年第3名直接跳到了第1名。它其实就是一款兼顾体积、功能还有续航的一款车表。尤其是练家子的车友，其实有时候不会选这么大的车表。当初840出来的时候，我在我的影片里面就有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直接买840，因为40系列它的系统操作比较适合这种触控式的操作，加上前面刚刚讲的40系列后面透过韧体更新也获得了50系列该有的功能，就真的只有差在萤幕这一块，所以这款的 CP 值真的是非常的高。好啦，那么以上就是今年度的车表大数据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很精彩的统计分析，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跌出排行榜的车表有哪些。首先就是 Garmin 的 Forerunner 945，毕竟965和955真的是太强势了，大部分的车友都已经升级上去了，所以它会跌出排行榜之外，其实也不意外。再来就是 Brighton 的750旧款，2022年发表的，毕竟750 SE 它更香，续航力更强，所以它被挤掉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范围内。还有另外一款非常经典的就是 Garmin 的 Edge 520，其实真的撑了很久很久。如果现在还有在用的车友们，赶快在下面留个言，你真的是始祖级的，毕竟已经10几年啦，小孩都上国中啦。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之间发表了哪一些车表呢？首先是 Brighton 的 Rider S810，算是它的大型旗舰级的车表的一个升级啊。好，那么还有另外一款是 Brighton 的 Rider 550。
以及 Brighton 的 Rider 650，真的是机海战术。这几款车表其实功能规格都很接近，只是它在萤幕还有可能导航的功能有些不同。那么 Garmin 阵营这边去年推出了850 CT 有开箱过，其他功能就跟1050完全一模一样如果你说你不想要850这么大只的车表，然后又想要其他的功能，像是非常细致的彩色萤幕的话，850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当然850就是触控版的，550就是实体按键版。不过老话一句，我真的觉得这个车表的萤幕做得非常的漂亮，漂亮到你会很想要去触控它。好的，接下来就是品牌市占的变化咯。在2025年的时候 Garmin Edge 系列大概是 37% 的市占，今年呢则提升到了 40%。不过还好它并没有吃掉 Brighton 的市占一样 Brighton 维持在 24%。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情境排行榜。长距离大家都使用哪一款车表？首先在北高这种距离排名没有什么变化，清一色就是 Garmin 的系列，都是那些续航比较持久的，像是840、1040等等的。那么北高的部分1050也算是可以撑得住的。在双塔等级1040居然就反超了840，让我有点小意外。是不是长距离的车友们都习惯使用比较大款的车表，可能会用到它的导航功能等等的？那么在这几块方面发现 Brighton 的长续航优势并没有在这种长距离的排行榜上面有比较吃香的部分了。好，在爬坡的部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550排行榜。550的全体前10名的部分，第一名就是840，第二名是1040，其实就跟总榜类似。好，比较特别是瓦户 Element Bolt 它的名次又往前面跑了一些。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把它限缩在4小时内，瓦户 Element Bolt 和另外一个系列它的排名就往上窜了。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Hammerhead 卡路 CT 也比较常使用的一款车表，它居然也上榜了。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一下我的 Hammerhead 卡路的开箱，个人觉得还蛮推荐的。我们透过 AI 来解释一下这个长距离和550设备使用的一个趋势。首先是840，正是全场制霸，不管是长距离爬坡，大家都喜欢使用这一款。那么瓦户和 Hammerhead 真的是只有在竞技的场合现身，那么 Brighton 在竞技场合比重是有下降的趋势哦。再来是品牌与换表的统计，我们来看一下换表的趋势，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530的车友就直接升级到840，那么1040呢，用户看了这个萤幕太阳了，也换到了1050。要把520汰换掉的车友，大部分也都升级到了540，也有一部分呢跳到了840。840真的是很多车友换表的一个首选。原本持有530的车友，在去年也做了蛮多的升级，都是流向自己家比较多，升级的意愿算是非常的强烈。比较特别的是 Brighton Rider 320这个入门款车表使用的车友，有一部分的人居然懒趴一捏直接上了840，这个品牌流失的部分比较严重一些。接下来是每一年都有的使用这个车表的车友，他出去练功的时候平均 NP 是多少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非常明显了，瓦户 Element Bolt 几乎在瓦数的表现上都是还蛮前面的。1040和540、1050这个 Garmin 系列的车表，车友出去大概 NP 也都是接近200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瓦户系列都是练家子在用。那么使用 Garmin Edge 系列的车友，其实也是有在训练水平之上的，真的是认真想要追逐数据的骑士才选购的。Brighton 的用户则使用的比较广泛一点点，整体瓦数平均是在180瓦左右。可能比较适合一些休闲骑，当然是有一些练家者车友会使用的，所以它的平均瓦数会稍微低一些。那么以上就是这个 NP 的占比分析。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年的车表大数据分析了。今年 CD 就不再做车表的建议了，因为真的是太多款了，而且对岸也非常的卷。那大家也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所有的车表影片的开箱。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所有内容哦，请记得按赞、订阅，感谢。FTP 可以加50瓦，我是 CT， 希望明年还抓得到资料。我们下次见，拜拜。